很多人一发烧就急着想退烧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真正决定病情走向的，往往不是体温最高的时候，而是体温正在上升的那一段时间。而这一点早在2000年前的《伤寒论》里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。我们先了解现代医学的一个概念：体温调定点。当病毒或细菌入侵人体时，免疫系统会释放各种发炎介质与细胞激素，这些物质会作用于下丘脑，重新设定体温调节中枢，把人体认为的正常体温调高。这个体温调定点就像人体恒温系统设定的目标体温。平时没有感染时，大脑认为正常体温大约是37度，身体会尽一切努力把体温维持在这个范围。例如吹冷气太久，体温下降，大脑就会让我们觉得怕冷，起鸡皮疙瘩、发抖，通过肌肉收缩产生热量，减少散热，让体温回升。相反的，如果天气太热，体温升高，大脑就会让我们出汗，扩张皮肤血管，加快散热，把体温降回来。但是当发生感染时，人体为了提高免疫力，会主动把体温调定点升高。例如设定到39度，身体便会努力把体温升到39度，在达到新的目标以前，都属于体温上升阶段。所以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点，并不是已经烧到几度，而是恶寒。《伤寒论》说，太阳是为病，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。这里的恶寒并不是因为外面天气冷，而是因为身体正在努力升温。为了减少热量流失，人体会让皮肤血管收缩，因此患者会觉得特别怕冷，即使盖很多层被子还是觉得冷，甚至会发抖。这些发抖其实就是身体主动产热的机制。因此中医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观察到人体体温上升期的特征。这个阶段可以已经发烧，也可以还没发烧，这都不是重点。真正的重点是患者是否已经出现恶寒，也就是身体正在减少散热、积极产热的表现。只有符合这一点，才是真正进入了体温上升期。为什么这个阶段这么重要？因为研究发现，当体温适度升高时，免疫细胞的活性明显增强，许多白细胞的吞噬能力、杀菌能力以及 T 细胞的功能都会提升，同时许多病毒和细菌的复制速度也会受到抑制。换句话说，这正是人体免疫系统与病原体展开第一场决战的时候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有些人在刚感觉怕冷、身体不舒服时，喝点姜汤，充分休息，注意保暖，身体顺利完成升温过程，症状很快就缓解了。这并不是姜汤直接杀死病毒，而是帮助人体更顺利地完成免疫反应。如果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也把它分享给你家中长辈、亲朋好友。想了解更多中医与现代医学的临床真相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